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量。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简洁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我给你写个生吧。他手在画他，嘴上也在画他的形象。好东西怎么都被你赶上了？这个也被赶上了。哎，这个也被我赶上了。这种已经非常自然的肢体接触。哦，完美丝滑。单手啊，这不得迷死你！他在为他喝彩。半熟小屋在明天将迎来海岛生活的最后一个就要走了。你明天想出去走走吗？或者你在房间里等我一下吧。出去玩吗？明天？哦，世界名画刚刚走过去了。真是世界名画，这合理吗？行。你回来了！哦。相比起昨天情绪崩溃，今天会释然很多，因为我觉得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一个是跟幼林把话说开了，跟李正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我觉得像被解开了。Hello， 早上好。吃饭吗？这里给你留了。还没吃。鸡蛋、蓝莓、香蕉。他已经释然了。他也是很能自洽的人。Hello， 小蛙。那个文涛正好在做，等着他的。然后这边有一些已经。你要收垃圾吗？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你坐着坐着没关系没关系。Hello。哇，那个斯文败类。斯文败类吗？今天要去杀谁？今天随机杀一个。哎 ，BK 的。哦。BK， 那你的给你，我拿了他们那个没度数的。一个人在这儿呢。今天咱就是美美的一个人。我把这边杯子给撕。OK 了。早上好呀，朋友们。早上好呀，阿姨。哎，你戴着眼镜，蛮好的，蛮好的。哎，让自己赶快工作。转移注意力。真的不然很尴尬呀。没有特别大的波澜吧，就是我觉得在独处的时候是能达到一个心流很平静的状态。你的审美是什么？我不喜欢眼睛大的。我眼睛不大吧？不大呀。在这是过瘾的是吧？觉得我现在不是在假装说我好像无所谓，因为怕丢面子。就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应该承受的，是我前段时间就是一直犹豫不决，然后导致可能大家都比较内耗或者比较荡，所以我觉得我就接受就好。他也很清楚。你要不要带个冰贴啊？那我拿一个这个。啥？万能油。
哇塞，哇塞，这个有点硬啊。对，谢谢，还帮我开了个车门。哎呀，满脸喜悦。小莫这一带，哎，瑞塔看他真的是满眼的爱意啊！哎呀，真帅！这驾照考值啊，就这辈子就等这一下了。这辈子幽默呀！而且一个会夸，一个会接，就是我夸完你也不是说谢谢。对，敞篷我是这辈子没碰过，粉色的敞篷。王老师放点歌来了。这两个真的是无忧无虑啊！哇，太美了吧！做梦都没那么美。他们来就是负责开心的，享受人生。让你对大海许个愿，你会许什么？许好了，我已经许好了，好可爱哦！那我也许一个，3、2、1。哎，呸！开玩笑，踩一脚给他。开玩笑，很调皮呢你。哎呦，就觉得今天在去的路上其实是很梦幻的，在幻想一个画面，今天变成现实了。听着合适的歌，看着就是合适的风景，心动的人在一起，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事情。哇呀，梦中画面。哎呀，梦都没有那么美过，梦都没有那么美。太美了，今天是属于那种海岸线加了一层朦胧的马卡龙色系的滤镜，然后他很开心，就是今天能够开车。我觉得他开车的时候还是挺帅的。哎呦，好甜，好甜，好甜！今天算是满足，今天大满足了，超级无敌大满足。今天就有种向宇宙发送订单，然后订单被接收到的那个讯号。那一会儿具体是什么活动，能给点剧透吗？到了海边看看，刚好其实可以看一下什么日落。浪漫呢？开车辛苦了。我不辛苦，我给你拿包啊。临水清水湾。哇哦，好看呢。我觉得是动起来的，心是动起来的。哦，所以你平时看起来在那边很平静，其实内心在波涛汹涌，是这个意思吗？第一次让你波涛汹涌的时候，你猜？
我每次看海就觉得很蓝、很漂亮、很治愈，然后再加上那种朦胧的夕阳的感觉。你一般看海的时候在想什么？放空，就是我可以看这个东西，我脑海里面没有任何的想法。我看看。你这样盯着我看，那我肯定不行的呀。那这样你看我在你后面。好。哇哦，好高啊！这种背后拥抱真的真的不行啊！因为当时其实说实话，我在那个灯台上会有一点点恐高，他看出来我有一点紧张。礼貌式的环抱，他也没有就贴得很紧，很有那种安全感，然后也有点心动啊，这很难不心动了。我觉得遇到你以后，我做自己的挺多的，不然我不太就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确实，你让我放松了很多。你知道，从上海出发到三亚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说，如果我跟你没有可能就是进一步发展的话，那我接下来我还可以选谁？但好像想来想去，我觉得每一个答案都不大合适。每个答案都是你。对，因为其实我如果一旦投入感情的话，我就会100%的投入。就你能发现，就比方说我今天把巴黎的机票都改了。什么意思？要放松一下，我订的是巴黎的机票。啊，哇，你很爽啊这个！哇，还玩1个月啊，还得是你。我本来要去1个月，然后后来想想改半个月，后来想想算了，还是改10天吧。就是为了想结束之后再跟他多相处，改变了自己的日程。对。哇，你这么，我觉得你去巴黎还是按照之前自己的行程好好玩一玩。那回来这么想我？哎呦，这么想我？我都会想你。重说。我也想你。那还差不多。啊？那还差不多。他俩真好，他两个真配。那可以想想回来去的。我梦想和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会拉着他跟我一起放空，不用聊很多，我也觉得非常的治愈跟轻松。抽出火了，抽出火了！哎，真的好美好，你看。好 ，right？ 哇，好看，好看，好看。那你拍右脸，我拍左脸。那我们就可以 P 到一张图里面是吧？哎呀，我真的很开心。今天一天都很梦幻，很不真实，但是又很朦胧，很美好。我觉得今天整体约会的感觉很好，都留下了一个很浪漫的回忆。这一瞬间也是我比较憧憬的一个约会的一幕。塔塔是喜欢这些比较浪漫啊、比较温馨的画面的。他开心的时候我也挺开心的，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约会，就像灯塔一样，挺梦幻的。他俩好偶像剧哦。有东西吗？就这个。我跟大哥我俩一屋，就想要不要一起干点什么的，然后我们所以约着去按摩去了。拜拜，我们晚上见。拜拜拜拜。哎，所以丹琪约幼玲的时候，幼玲是 yes 的吗 ？No， 他们都没有选，只是说不能出去一块玩东西吧？按摩应该可以，应该是。哟，我口袋里还有朵花，送你吧。有点大，有点沉。有人在就必须要有造型。笑死我！就这样，就这样。我给你别一个。哎呀，好娇俏啊！来，大哥，我这个要打开。我给你那个。这俩人挺好安排呀。
好可爱哦！好看的，好看，我喜欢这个全身。上车，我往前再来一点，可以吗？蛮好吧。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到了，到了。哎呦，哎呦，要碎了感觉，这是泰式。挺痛的，因为我之前按过这种泰式，我就很害怕。你是很不受力的那种。还好吧，你真的是一点声都不带出的。就他按的刚刚好，很舒服啊。哎，我在想，大哥比较注重表情管理的人，他该怎么办？打呼了，睡着了。这几天确实给大哥折腾够呛。按摩的时候他打鼾了，猪叫，我按着听到猪叫，然后一看，啊，人已经不省人事了。大哥蛮可爱的。哦。你说我刚打呼了。猪叫。应该不像。我不会学。一个。对。一下。我多一下。舒服。我很好奇，那天在泳池聊成那样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说早点结束睡觉算了？就是想跟你去聊点啥，直接被你一句话给堵死了，直接掐死。哎呦，我当时真的是，我说是怎么往下聊？我那天就好像应激了一样，因为你一上来说的一个话，跟我一个朋友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瞬间觉得就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慢的人，我没有办法去瞬间对一个人觉得，谁让你这样了呢？是我让你这样了吗？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在想。你的意思是我在让你这样吗？其实我坐在那的时候是一个抵触的状态，就不想好好说话。但我当时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变成那样的。我明白，因为我知道你当时有点状态不好，然后呢，说话肯定不会像正常聊天那样。就哪怕我那样子戳着你，你都没有情绪啊？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能理解啊，他好贴心哦，他可以知道你状况不好，然后就算了，就让你耍任性一下。所以我那样带刺的说话，你觉得还好是吗？我觉得不好，我是喜欢受虐嘛。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和他把我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个状态跟想法也跟他讲一下。虽然他嘴巴上说，我只是觉得无语或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多多少少是难受的。我就觉得我那个状态是真的有点过分了。晚上的时候我也有在纠结朋友圈要不要为晚上那个状态跟他道歉，但后来我想了一下，有时候这种表达还是当面表达会比较好。很棒很棒，真好。其实还好，我觉得我没觉得，就是我觉得肯定是咱们俩有些互相的想法没了解吧。那你现在了解我的想法了？差不多了解了吧。很好，很棒。而且你看，他们两个其实真的都是受过伤的人，然后还可以这样成熟的在面对这件事情，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萱萱感受到了之前的那次聊天，她是在带着刺儿和我聊，所以我觉得她找我是因为可能真的想放下那个防备心，去跟我好好聊一下吧。我觉得让我轻松了挺多。哎呀，
好替他们开心哦。卓然的经典台词，你猜就是他的经典绝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总说这样的？谁听的？哎，是不是？我告诉你，他最喜欢这样。我告诉你，你学的好像。还好吗？我给你加点力度可以的。还可以吗？刚刚可以啊，你。好，再右边有个凹的，哎，这个不是，这是骨头。你来。这儿。他找不着。他找不着位置。哪里？我来找找。哎，别会你是吗？哎呦！哎呀！哎呀！肉质你。哎呦，感觉在用心。结束。你是这么给他打？对。这边还在不妙，还在这边弹呢。Story 承担了所有的 BGM。我从所有丑的泳衣里找了一个最不丑的。怎么样都不会丑的。继续说，他俩约上了。我就出去工作1天，没错，这个小屋瞬息万变。拿了很多吗？你昨天怎么样，慧慧？昨天干嘛去了？昨天去做了手工。哇哦，和谁？和卓然。哇哦，今天呢？今天和他。哇哦。哇哦是。哇哦都没有我，哇哦哇哦。哦，不怪 ，OK 好。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可能是慧慧，我挺想跟她多接触，多了解一些。她和我的好多共同话题都能聊到一起，就你说上一句，她就懂下一句。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炮，万族万族我的神话。那要不要再跟我搭档一次？可以啊。谢谢。我应该会邀约慧慧，只要她不拒绝我的话。Hello， 都去哪了？我回到小屋已经凌晨2点10分左右了，但是我发现小屋没有人。你在这儿坐着干啥呢？哎，你在这儿干啥呢？不洗澡？刚坐一会儿。行吧，我太困了，早点休息。行，那你去吧。拜拜。有的时候，人与人的际遇就是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因缘际会。我第一选择就想邀请他，但没有话口。刚刚他不是来拿那个？刚刚他进来的时候，他一进来，我感觉他很疲惫，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其实坐外面就是等他的。哦，这也是我的。对啊，你应该我应该主邀约。昨晚我走之前，我也嗅到了一点，我感觉他好像和立正又是，我不懂啊。哎呀，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啊，好难啊。别。是你约的，慧慧？我约的。哦，有点难受。这个开心。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暴饮暴食吗？心情不好暴饮暴食，今天心情太好。如果他真的对我有好感，他会偏爱我一些，他会等我一下。但他既然没有等我，那我就要让别人先去找他想做的。我不想给他多余的负担，这次我就放弃了。哎，没有缘分了，哎，错过了。有时候啊，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给我吧。可爱吗？哦，哭娃。对。可爱。蓝蓝的。哎，我还真是。
上车，上车。哎呀！今天在餐厅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汗？真的是被热到了，然后加上为什么被热到了？就是什么原因？内心里面真的很热。我怎么不觉得？然后刚刚进厨房，我后面柳柳不是一直在厨房洗东西吗？我看你去蛮久啊，你去拿碗拿了蛮久的呀。对，他找我聊了一下，又跟我说对不起。哦，对，我想起来有个事情。我们不是前天晚上有想要约你嘛，然后就是我们聊完之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想一下，如果是我被别人这样子邀约，然后结果他一天又在房间里面不出来，没有任何解释，我觉得我的感受会比较差。我想跟你道个歉，就是对不起。好，没关系。我先过去了。拜拜。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两个的确不是对方的第一选择，开始来到小屋的第一选择。我觉得第一选择不重要吧，我觉得目前你是我的第一位比较重要。对，就是顺位的问题。而且我很明确的跟你说，我绝对不是那种，就是跟你约会的时候，同时回去还会怎么样？我不是那种。如果我是这种的话，我会昨天全部都接受。那你知道规则吗？昨天我知道规则，我可以全部都接受。哦，昨天是可以全部都接受的，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反正我今天是很期待和你一起出来玩。哎呦，好棒哦！跟你是已经首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相处，感觉很舒服，所以今天的约会我觉得会有一点不一样。挺好，挺好。大家都很舒服，很自然。到了，到了。哇哦，出海了，有点害怕。Hello。哦，好自然，他俩好放松啊。对，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不会。哎，就不做了。你不做吗？我做会让我感觉更晃。帮你遮住。哇，遮太阳，帅。对。但是你站得稳吗？站得稳。喜欢，就是喜欢。他忍不住的一直在偷笑。报毛病吗？不晕。你一定要跟我讲，那对不起。我不晕，我不晕，我好像不晕船吧？站得稳吗？就是要你主动牵我的手。没有，开玩笑的，这真不是我的预想到的。我不牵了，真有意思。你开着船就起来。我怕你慌了。没有，我跟你一起坐的。他两个人很搭，沉浸在甜蜜乡里，无法自拔。感觉今天就算没有任何项目，就跟你这样坐在这边，吹吹海风，这样子也很惬意，很开心，真的。他是不是一直没有跟慧慧约会？这第一次是吧？对。坐会儿，我就在这看看海，挺好。哦，三个孤独的人。海风茶话会。其实，在这个海岛，如果真的有爱情发生，还真的蛮美妙的哎。你有什么计划吗？我想想哈。真没啥计划，也不知道干嘛，每天都有备种。一般在电影里呢，终点是要发生大的转折的，是要发生大的事件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哎。但我已经感觉到，就是这几天，大家都进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然后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是。
好帅啊！我也想玩。Go go go！ 出发喽！黑咖啡品味有多浓？我只要汽水的轻松。他俩好同频啊！好可爱。出发！出发喽！好帅！你还好吗？我还好，好爽，我没有害怕。来个大漂移！我想连着来10次。来喽来喽！哇，这一组真是没想着，最晚搭在一起。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完全打开自己了。对。我感觉我们2个刚刚被扔起来了。摄像机都被拽飞了。真的太好玩了，你觉得呢？你看我。喂，但是还是挺好看，还慢点好。没关系，就要这样，不然你开慢有什么意思啊？我想站起来，我可以站起来吗？对，你就紧紧的抓住。躲你红。紧紧的抓住这个。哦。你要紧紧的抓住。开始。哎呀，我感觉我会。那你就抓紧一点，没事，你必要的锁我喉也行。抓紧，我尽量不锁你喉。抓紧抓紧。这样好刺激啊！爽，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是很开心。哇哦，这线条，这线条，没关系啊，可以笑。哎，他开始拍他了，他们拍他了。氛围和人都对。然后歘的一下就掉海里了。原来可以这么好玩啊，这个世界。真是。我跟李正在约会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想跟他挨着。哎呦！我跟他相处是非常轻松，没有任何压力，非常舒服的。这是第3次约会，是3次约会里面我觉得会最有那种心动的那种感觉的一次约会。哎，我觉得慧慧也很好，她很确定她自己就是要这种感觉。对。等我换一下，等我换一下。我真的想自己看，我 OK。天哪，没体验过，好玩。哇，他是真的好开心。今天真的太有意思了，我完全没有体验过这些任何项目。哎呀，挺搭呀。他好像看出来我很想要体验水上运动，我也看出了他其实对海里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恐惧，但是幸运的是他还是很想要去体验的，他也突破了自己，就真的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然后真的很棒。去海边。一个只在2人的今天，我想要带你去。就真的是2个同频的人在一起很轻松。开心。是真的很开心。真的。真的很开心。感觉是我可以说是我来小屋的不同的开心程度，这个是最开心，是在放松，然后不一样的开心。
看出来了，的确是最自在、开心、放松的一天。你这脸真的很帅，哎呀，夸一顿夸。哎呀哎呀，到以后总不能不正脸看你，这样子，露出超绝下颌线。干嘛？要干嘛？哎，等会那个，哎，不对，你干什么？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啊？哇，那个好快！怎么这么快？真好真好，正缘的力量。真痛快呀，这个。你听我拿一个。你今天会不会觉得，就是我在，肯定有一些肢体就你会比较介意，就没有把握好。不会啊。行，那我就安心了。今天很完美。有没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没有。可以，很棒。你明天想干嘛？我特别想要在海边走一下。deal。直接定好。终于定上了。deal。我觉得这个很棒，太好了，好意外啊！因为都是两个直截了当的性格。对，都有点抽象，都很年轻。还有一个就是持久吃糖的塔塔跟 BK， 里面说了一个挺浪漫的细节，就是塔塔说因为 BK 的原因，他把行程从1个月，然后缩短到2周，缩短到10天。你们如果是在感情恋爱的过程当中，会愿意也为对方改变自己的计划？一定要啊！一定会。我基本上就所有的规划可以都是说围绕着他，都不存在改变。哎呀妈呀，又吃一把！这是真霸总了，刚刚都不存在改变，全围绕了他。你怎么回事？你想家了？对，有点想家，心不在这儿，你知道吗？已经出来1天了，受不了了。对，人在这儿，我心不在这儿。尤其是我跟你讲，这种热恋期，真的想缝在他身上。哦，就是他去上个厕所，你都觉得太久了，我想看到你现在。哎。哎，你怎么还在这上？你是上班呢吗？没有。你干嘛呢？看会儿书剧，你说。你怎么这么安静啊？今天你咋了？你累了？也不累，想聊聊。可以啊。走。待一会儿。你今天都在家1天了。今天有点痴迷工作，哎。走。不想面对吧？其实。哎呀，坐会儿。哎呀，你今天为啥没出去约会啊？为啥没出去约会？对啊，因为痴迷于工作啊。你们也没出去吗？哦，那倒也是。哎呀，所以昨天为什么没约我呢？哦，直接问。哎呀，这个心路历程吧也挺复杂的。我给你复个盘吧，就是咱俩其实有2次单独的约会。然后呢，这也是我来小屋当中可能为数不多的约会。然后呢，我是觉得第一次吧，因为确实比较突然，那个时候也还刚开始。我没看懂你的，我觉得你的写给文涛的这个我能理解，我觉得你可能心里还觉得还是在想他。或者说不是在想他吧，就是还是可能想跟他再了解一些。第2次约完会之后呢，我也看你的朋友圈，我觉得你写的还是他。挺敏感的，抓取的很准确。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第1次，其实在那个上海不是主动约了你吗？然后你们那天不是盖手印约我吗？我觉得可能你是这种属于要礼尚往来。对。
然后我在想，那我要是再约你一次，会不会感觉有点压力，或者是有点怎么样？哦，我是一个不会感觉到压力的人，我会感觉到感恩。其实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所以那天你去那个就是盖我手印的时候，后来我知道你是，我心里其实挺感恩的，特别感恩的。昨天晚上你为啥放弃约会圈呀？唉，纠结啥？我没有纠结什么，我就是觉得，直说嘛，有什么呢？我就很直说呀。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对大家都是朋友的感觉。哎呀呀！然后约会我又觉得是一个很正式的，就是你真的要很有心动的感觉，你再去约会，不然也会给对方错误的信号嘛。对。我是觉得，但你不多接触接触，你咋心动呢？是这样没有错。就是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再深入去了解下去，我自己也可能不会转变成爱情，我觉得是对对方时间的一种消耗。我会担心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懂这种感受，就是有些人相处起来是还不错，但是你要说有没有想恋爱的那个感觉，可能就差点东西。爱情这个东西需要一些魔法，需要一些神奇的魔法。好像爱情不是一个可以靠理智去推算分析的东西。对。也很能理解，这也很成熟的想法。我觉得今天跟董老师聊得特别好，我们两个的沟通还是一如既往的坦诚、直白，而且互相理解。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害怕把真诚的自己剖析出来，既不害怕真相会伤害到对方，也不害怕真心会给对方造成负担。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沟通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聊得来的朋友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特别棒的友情，我甚至不希望它变成爱情。我有时候也会有同感，对吧？因为爱情它始终它热烈而不稳定吧，我觉得跟友情相比，对，就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吧。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但人都有自己难以替代的那个优点和闪亮的地方。你最近看那本书啊，那个女的问这个男的说：“你有缺点吗？”我有。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那你还有优点吗？有，像天上的太阳就一个。太阳出来了，星星就没了。他们都好诗意哦，好浪漫啊这个。有点被你浪漫到。还得是文化人。还得是文化人。有点被浪漫到了。我觉得很对，就他身上有那么2到3个点足以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我觉得卓然真的是要慢慢品味的男人呢。就是你愿意享受太阳的热量光芒，那它背后的星星的一些点点的斑驳，你是不是能够承担？就说白了，就是爱人就是总在一个完美的呈现登场。随着相处，大家都有一些打回原形。有点心疼他了。陈奕迅那首《打回原形》你听过吗？没有。它里面就说，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否会被报警？就是这个意思。我听过这个歌词。如果我露出了真身，
何為被捕緊？打有這燈，能否先跟我摸下？能不能？如果我露出了真心，何為被捕緊？不要點燈，不要喊得太認真。我身上有太多未痊癒的疤痕。若你想擁抱我，請先看清楚，我不是白馬，也沒有城堡給你住。滿身泥濘還雖然誰不想在海島有甜甜的戀愛呢？但是沒有也沒關係，也得不到姐依舊閃耀。愛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人類是天使和魔鬼共同送給人類的一份禮物。我會主動，我覺得男生還是要主動一點，但我也不能違背我的性格底色。哎，太難了。不想騙你，這愛情裡沒有退路。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比較膽怯和害怕面對現實的一個人。前段時間就是一直猶豫不決。對劉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說話太重了，還是有一點點內疚吧。若你想愛上我，請先。不是很像個刺蝟呀，滿身是刺，想要把這個人追遠，但結果他沒走。3、2、1，耶！拜拜小粉紅，拜拜小粉紅，吃塊菠蘿吧，好吃嗎？快來快吧，開車辛苦了。你吃吧，你待吧，但可以找着機會了。Let's go。哎呦，太戳了，半熟的魅力。你明明就知道自己最糟糕的样子都被人接受了的感觉，很棒。对。Hello。你不是要去健身房吗？我写剧本，我先把剧本改完了。寫劇本。Yes。是一個導演，正兒八經的。哎呦，正好把我電腦拿出去，忘記了。你們這按摩按得如何？你倆？哦，真的會很在意耶。挺舒服啊。我們幾個太搞笑了，太搞笑了。今天是搞笑之旅。然後周玲還幫小文按腰，呵呵呵呵啊！太好笑了。你們這種浪漫之旅怎麼搞成一個很搞笑的樣子啊？哎呦喂！帥的嘞，這啥時候啊？出門的時候？對，出門的時候。有點帥。我想看你們按摩的時候。按摩沒有照。按摩沒照片嗎？按摩沒有拍。直接走了，他直接走了。我想走走。你想消化消化。對。就。你想去哪裡啊？我就是想走走而已。那就往那邊走。好。沒有光線的感覺很好。你喜歡晚上還是白天？我更喜歡晚上吧，我喜歡晚上，然後昏暗的燈光。我也喜歡晚上。過癮哎！我從來沒有去過一個夜晚的沒有燈光的海，這感覺太棒了。這個感覺好棒！哦，這個大！哦，上來點，上來點。看能拍出來。我覺得現在的夜晚就是一個五彩斑斕的黑，我喜歡這種感覺。
哎呦，有点靠近哦，两位。也拍人拍的行程，给你拍个背影。好，就这样，别动啊。看看，哇，我喜欢，我想坐在沙子上。坐呀。坐。嗯。舒服。你看两个人很和谐。你闭上眼睛，打开鼻子和耳朵。有那种晚上躺在床上做那个 ASMR 的感觉，最好是能躺下来。我倒是真的想躺下来，躺吧。我觉得他现在需要慰藉，然后丹琪又给了他，一直在治愈他。对。这叫席地而睡。席沙而睡。嗯。哎呦，姿势也一样。一模一样。沙子的感觉，你用手摸一下沙子，我摸着呢，好舒服。两个手都摸着，就是好像在跟这个自然在很亲密的对话，好像你被这片沙子抱着。给个帐篷。嗯，天空也是帐篷。现在的哇啊，这氛围好好哦。唉，好舒服。嗯哼。你把我埋了。哎，他给他埋沙子。埋住了吗？埋住了。啊！破土而出。嘿，嘿，嘿。我跟周林之间的关系，我想明白了，自己好像其实对他的喜欢可能超过了我所认为的喜欢和在意。他跟他待在一起是舒服的，他真的喜欢。对。哎，这是谁在这儿？季宇。嗯。你咋在这儿？躺一躺。我也来坐会儿。你坐一坐。嗯。嗯，舒服。你
来这么多天，开心吗？好玩吗？肯定有不开心的时候，整体还是开心的。但我也度过了一段很折磨、很煎熬的时光。哎呀 Hello， 阿姨，你咋样？今天感觉就是状态好很多，就感觉想的明白多了。但我现在是感觉说，光我自己想明白，不去行动还是没有用，就是我还是得有点行动，做一些弥补也好，或者是说怎么样也好。也不能说是弥补，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但是只要想明白了，总得做出来一些让别人能看明白的事儿，就行了，对吧？很有道理。对，总不能说每个人都说我搞不懂你在干嘛，这样就感觉很没意思。不，我觉得你不要有压力，就是但我会，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这么说，我可能就会想说，也许是这个意思不是对他，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说我搞不懂你在干嘛，我就其实就蛮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表达能力，或者是说是哪里有问题了。但是前提是，不要逼着自己一定在谁和谁之间有什么答案。这个世界也不是说只有这些人，还是应该遵从本心。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心有想靠近的一方，那我觉得你知行合一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的心还没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是一个交代，而做出一些迫于所谓舆论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也不好。尽管已经到了一个看似应该有答案的时候，但我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再去探索。这个无可厚非，每个人的节奏就不一样。有的人3天就有答案了，有的人7天有答案，有的人10天有答案。时间还没答。对呀，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有一定倾向性，比如说我想跟谁可能有想跟他在至少是深度了解，或者说怎么样的话，那当然那也可以。对，最后还是看你自己。我觉得你自己心里的声音很重要。是，说得好。其实跟我想的一样，但我可能就是会，原本自己心里想的也是说不会说会很怪自己说怎么样，但是可能后面就因为一些我觉得，因为一些别人的话也好，或者是说我自己看到的可能带给别人的一些困扰也好，我就急了。他这个表情很很在意他。加油啊！你回来了。都到齐了。哎呀，我这个背后的衣服。洗手吗？哎，到朋友圈环节了。俺打算直接发图片，配一句。这2个
朋友圈了吗？哇 ，sorry，莫名的把我移到了一个小 C 位的位置。嗯，确实，主 C， 我还没坐过这么为 C 的位置。来吧。还没看之前就开始。没开始看就咧嘴笑。哎呀妈！你别点错了。傻了。没有，不会点错。我用的炳坤的头像，不好意思啊。我用的是你头像，不是说好了记得换回来吗？你干啥？你别看第二点进去了，认错人了吧？这个真的是恋爱的状态，就我一见你就笑。这个朋友圈环节，我真的是直接我就给他设置分组吧，其他人应该也不会给他看我们，我们也应该不会看其他人。哎呀，哎呀，所以，好可爱哦。发了4张图，4张图里面还有1张是我自己对镜自拍的，所以今天他应该挺开心的，蛮好。这个小作文，王老师给他打满分。你干啥不打满分？其实就是向他表明我的一个心意吧。今天的出行是非常完美的。然后呢，他看着我眼睛，我们聊天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心跳加速。当着心跳啊，so。甜就是一个甜。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心跳加速。这样的时刻挺难得的，我也很珍惜的。哎，笑的好好看。笑的你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悬念这一组。我看的他的朋友圈，他发的是我们在灯塔上面看的夕阳，然后讲的是落日的时候有心跳加速。让落日也在心跳。我选太阳，因为太阳代表着世界的一天，新的轮回。那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是有共鸣在的。今天的太阳落日是一颗很圆很圆的，就真的有点像心跳的那种感觉，很梦幻，就应该是只有我跟他能够感受的最深刻。哇，好甜，好甜，好甜！哎呀，这小表情儿。没悬念组，这也是没悬念组。俩瘸子。哟，谢谢的表情。我很担心我们俩对视，我也会笑，我就不想跟他对视，我就赶紧把头低下去。我其实这个朋友圈发给他的目的就是逗逗他的。他发了一个视频，我真是无语了。我们进按摩店的时候，他在那举着手机自拍，说来，我们俩都是瘸子，他就学我走路。哦，这好甜啊！哎呦，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越来越高兴了，我感觉。我当然高兴，这个内容是我们2个人呢。我感受到这2天我们俩的变化，其实走得很近，而且近得很快的。这个摔跤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像突然推了一把，我更感受到了他的一些很明确、很倾向性的一些点。摔了一跤，推了一把，是福不是祸啊！想吃什么？这个。嘿，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记住了，给你送吃的。
我朋友圈看的轩轩的，他写的内容是明天记得给我上药。我当时想法，你说不说，我明儿也得给你上药。哇！他要是需要什么，我就帮他去做。他想看卓然。我还是看了董老师的朋友圈，因为我觉得既然要看，那还是看我觉得今天给到我鼓励的这个人的朋友圈吧。他说的话押韵的，反正就是说沟通很有用，得沟通。他一直有一种很松弛的，让人可以放心的讲心里话的感觉。我其实这条朋友圈算是发给了我跟建莹之间的聊天的一个共识吧，就是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恋人也好，其实，有些情况下还是要开诚布公的去聊一些东西，好好的沟通的。对，他很善良，很温柔。太好笑了，哎呀，这是乐的呀。他会看谁呢？哦，慧慧，晚上看了西慧的朋友圈，他发的是上天入地嘛，很难忘的一天，因为他今天做了一些水上娱乐项目。从西慧的朋友圈的感觉上来说，他应该还是在跟想了解的男嘉宾还在保持一些前期的接触当中，对，应该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些信号吧，我觉得卓然是一个内核很稳、很坦荡、合适的人，但是我跟李正在约会的时候，发现就是会挺吸引我的。我看了李正的朋友圈，看的当下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发的是我们的拍立得的照片。哇，你真是很直球对决的男。接触，帮你遮住。但是你站得稳吗？阳光晒在我脸上，他就帮我挡，然后我就去扶着他的手。掉进海里之后，我整个就是一个直接我就这样抱住他。
朋友圈包是发给我的。我哥从来没这么自信过，你知道吗？从来没看李正这个样子。包了，我要的就是朋友圈发给我。不知道第几集了，终于属于了我自己的朋友圈。第一次这么笃定呀，很开心，就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西会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也很酣畅淋漓的享受了，就是今天下午的所有的水上运动，就真的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嗨，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很真实、很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我也能感觉到西会对我有是有好感的，然后我就很尽情的做自己，然后对他释放魅力和好感。哦，他看了自己哦，就把朋友圈发了给自己的，我也看了自己的，我没有看别人的朋友圈，因为我想接触了解的人都还没有机会沟通，然后他们好像都有自己的进展。小屋只有我和柳柳和莹莹，并且我们坐在沙滩边聊了一会儿。虽然谁不想在海岛有甜甜的恋爱呢？是不是？没错哦。但是没有也没关系，海还是这么蓝那么美。就是，姐得不到姐依旧闪耀。是的。说你啊。太棒了。聊之前我其实有种挫败感的，但是莹莹跟我分享完之后，我觉得是我需要学习的，就是放轻松，而不是有枷锁的。当我真正在做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才能够更好的去和我喜欢的人有进一步接触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内心平和一点。对。这个没有悬念，只能是看幽灵啊。朋友圈是发给丹琪的，配了一张我们在沙滩上对着小屋拍的一个图。小屋嘛，对，有光线，有一点雾，拍出来很好看。哦，真不错，拍的。看到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我其实内心也挺感动的。就是我跟他讲我看到的画面，他也捕捉了下来，并且他用一段他的感受去来发朋友圈。就是当下的那一刻，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感觉也是相通的。所以今天他的这条朋友圈有让我发现他不一样的地方。等到了，这是第一次发给他吧？对呀，第一次。开始偷笑，开始偷笑，开始偷笑，开始嘴角咧不咧？坐下撩头发，你看。哎，我说的不是他说的。哎，我干嘛了我？因为你说中了，你干嘛你？是我说的。再学，我告诉你，一拳把你揍开。看了丹琪的朋友圈，今天一天下来就是两个人更近一点了，觉得每天只要约会的时候开心舒服，然后每天可能增加一点好感度，日积月累的话，后面有一个好的结果。他已经开始期待这个事情。他发的是深夜的海，有人陪你一起疯，我觉得跟我表达的一个意思。哎呀，今天晚上的朋友圈，我发了一张佑林给我拍的照片，就是我觉得他很能捕捉到我一些很自然流露的状态，好好玩。而且晚上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其实是会比较临时起意，突然间想去做某些事情，哪怕当下我的目的可能不是明确的，我只是想感受而已，但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感受。他俩节奏同频。我记得我们还说了一段话。你看他那个回的浪在往里收，看到吗？看到了。就是在往里吸的。如果有个超级大浪，就把我们吸进去。
他当时是让我觉得今天有心动的一个瞬间。我觉得当下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有点像这个海浪跟这个沙滩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你用手摸一下沙子，我摸着呢，好舒服。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不属于我的这些，就像我们今天握的这个海边的沙子一样，都会流失的。那如果是我的，它就能够陪伴我。但我觉得60他也不是说哦，我现在马上转身，他就是说好，那我就慢慢的去感受别人对我的好意，对，慢慢去接受。哎呦，他刚说什么？你去打他了？不告诉你。他说啥了？对幼龄，其实是我昨天聊完之后，我会想说，既然现在也有其他人对他感兴趣，我会去克制我自己的这个情感。克制。李正也是，就是对方不想再了解我的话，我就不要打扰会比较好。他看谁啊？我看的是季宇的朋友圈，我觉得有松弛一些。我现在就是觉得昨晚的邀约李正失败也好，还是说跟幼龄的邀约可能模棱两可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承受的结果。然后对我这个在朋友圈里面有写，就是相当于表一个态，也相当于除了当面的道歉之外，也通过朋友圈来表达我的一个态度。我接下来想要顺心而为，然后我做的事情希望就是不要再伤害到任何一个人，然后如果说能够对之前大家有弥补，我觉得是最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要再像昨天一样，就是觉得自己情绪崩溃、自闭。你笑起来的样子会让大家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就是要横扫这样的阴霾，就像今天一样做回我自己。这么快？结束喽，走啊！回屋了。那我能留在这儿做瑜伽吗？上天入地难忘一天。怎么了？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啊？很贴切的。不是上天入地吗？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刚刚我们看完的是今天晚上他们朋友圈的查看情况，有什么意外的吗？李正真的好直球啊！对啊，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我觉得看到李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样子其实是被爱塑造的。对，如果这个爱患得患失，就变得也看上去像游鱼漂移，然后现在被坚定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下就变得非常的阳光。一份真诚的爱可以让你做回自己。刚刚下午的时候，他们有个讨论，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形容太阳和星星。他说我的缺点呀像星星一样多，但是我的优点呢就像太阳一样只有一个，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星星就没有了。这个形容我觉得很可爱，很直观。你爱一个人就是这种感觉。对。但其实，在两性关系当中，不光是在看别人，看自己也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觉得自己的缺点会不会被别人接纳。我之前有很深刻的容貌焦虑。当我开始演戏的时候，我会发现，镜头是直观的，它是带有些变形的，它会让我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怎么样。但是后来想的是，我就是长这个样子，我有其他的方面的优点，但是我的缺点可能也会像星星一样美丽。对。所以我觉得太阳和星星构成了白天和黑夜，但你的优点和缺点也绘制了这整个世界。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优点，也没有缺点，就是每一个人的特点。爱的时候，你看你都是觉得是优点，那你不爱你就觉得它是缺点。它其实重点是你爱不爱。对，其实我们在讲一个人的优点缺点的时候，大部分是一个价值判断。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爱里都会有自我的改变，然后我们都会用别人的眼光来形塑自己。所以其实别人评价你是星星月亮的时候，你是不是接受这个评价，取决于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讲是不是重要。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意识的去选择那些对你来讲重要的眼光，尤其是那些能看到你星星缺点也很美的人。这些人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因为他会让你有更好的自己。你说的太
太好了，就是能用星星去形容一个人的缺点的人，一定是很爱你的人，因为这种感觉太温柔了。希望大家真的就是都可以被温柔相待，温柔相爱。给你看看我们刚刚拍的。他给我看了，给你看过了。他说你们在沙滩边拍小屋啊。是的。哎呦，小心小心小心，今非昔比，真的是得意忘形了，觉得自己好了，你知道吗？以前倒是也没发现小文就是这个性格，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对，有点也是。他刚才你看见他没？他突然他看着我在拍，他马上收回，然后他就在盯着我看，然后走到这个柱子，突然冒出来这张稿。大哥，你看，没给他拍下来。我刚要继续上去，他撤回了，紧急撤回一个叉腰。还挺幽默，大哥。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下，这稿。他的意思就是，你拍不到我，我要笑死。就现在觉得他这样好好玩呢。是的，还是熟悉了，真的是熟了，在这相处的久了，放松了。对的，在海边的时候，放松、开心、自然，这个氛围是最就是重要的，很随意的，不要有任何刻意的想法，什么有的没的。是的，是的。这种其实你自己也舒服，人家也舒服。是的，你今天也蛮开心，开心的，开心的，暗爽了也吃爽了，暗爽了也吃，很开心，很开心。那就是暗爽了呀，那是不是就是暗爽了呀？同意，同意，同意。你今天咋样？开心吗？不得不说，就是跟他约会是我这3次约会里面最开心的一次。最，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心动，因为我不是纯谈恋爱嘛，我的目的。你想结婚是吗？如果我只是纯谈个恋爱的话，那我就不用纠结了。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我觉得李正还是，就是比较小嘛，年纪。他们差6岁。哦，从你跟你自己的心走呗。就是李正没有那么着急结婚，对，人生阶段还没有到那个时间。怪不得他从回来看朋友圈开始就开始愁容了。就是我还是比较注重可能是1v1的这样子一个接触的状态，所以之前可能对丹琪没有太多的一些主动，所以起步比较晚吧，所以感觉就是我可能比他慢一步，那我就想跟他说一声，就是就是正在丹琪呢？哎，好像在楼下吧。我在。这是什么？你上次不是说要比摩托吗？还可以再骑2局摩托。骑摩托，骑个真摩托吧。哎呦，很久很久以前，他还记得。怎么比？可是我不会骑，我坐你后座还可以。那就坐我后座。我们第2天见面的时候就说要比那个摩托车比赛，正好这2天因为在跟丹琪接触约会，所以就突然想到可以有这个项目吧。那我跟同事说一下，因为我本来一会儿说跟他开个会。我们不会太晚，出去逛一圈。那我还想跟你多待一会儿的。哎，大哥害羞。走吧。走。帅啊！帅！出发！我来记录一下。哎呦！你又没拍着，再靠一下。OK。
跟帅气骑手小周合照。这样可以吗？你先戴上。我是把眼睛露出来好一点。暧昧了，暧昧了，暧昧了，哎。看紧不紧？这样子。可以。自己再拉一拉，尽量紧一点。可以。它不一样了，夹起来了。哦，你不知道呀 ？Oh my god！ 手要搂好啊！啊！走啦！哇哦！哦，这也太帅了啊！海好漂亮！哇塞哇塞！这也太帅了吧！可以靠近那个海，靠近这边东西。异形哎！我错了。哎，拜拜。这两个人还偶遇了还，他这好帅啊！哎呦！好玩吗？好过瘾。爽。哦，哇塞，好好看！哇，这也太浪漫了，这也太帅了，太美了。哇，这好漂亮。我现在是考拉，你是树，考拉倒树。哦，又到海边了。真的，我也想骑摩托车了，有点。海边骑摩托车多开心，多爽啊！我们好像来了3次，来了不同的海边。对，这两天那个海水味是稀薄，那个岛上都是灯哎。嗯，确实，而且还不像普通的灯。很均匀。过2天就要回去了。后也发生了挺多事情的这几天，比如说你还过了个生日，你还收到了大艺术家给你画的画像。那我告诉你，那可是无价之宝。好会哦！看你有没有收藏好哦。所以你这些天最开心的是哪一天？昨天吧，昨天比较欢乐一点。昨天是很开心。其实是昨天第一天，刚刚跟你开始接触。怎么就是昨天？就是我心里，你心里啊？就是1对1的。对于他，他也很坦白，因为我之前也跟你说过的嘛，我说刚开始我是一直在跟柳柳接触的，就接触你可能是大家聊聊天这种可能，但是如果是这种有一点点感情色彩的话，我可能还是一般性是1对1的状态。就是最后那天邀约我没有答应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我觉得他不是1对1的，我是需要1对1。周幽灵是需要被偏爱的，因为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你的感觉，那我也不想就是两边同时接触。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我也觉得，所以你主动，我觉得很意外。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太主动的。我是在确认自己的心意吧，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开不开心，我有没有更开心一点，所以那些主动实际上是基于这样子的原因。哇，内核很饱满。就是我来这里其实是想体验多面的自己，但是我发现原来我也是享受，我也是喜欢这样，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表达得好清楚，跟我想的很接近。
你的想法也是这样。这两人谈话有点太高 level 了，有点熟男熟女。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接触下来就是每天都能发现她可爱的一面，有星星。哎，怎么回事啊？半熟旅程过半，接下来的旅程即将迎来现实的考验。你是否已经有唯一清晰的心动答案？认定对他的好感浓度足以发展成恋爱关系，与他携手进入下一阶段现实之旅的考验。会有点为难，这个激动之余还会在想现实的问题。如果已经确定，请按下按钮；若尚未确定，希望你在剩下的时间里找到你心中的答案。现在请你慎重选择。哇，海岛中选啊，还有故事？什么玩意儿？强烈期待。哇，像一个密室。哦，好黑啊！好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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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黑。我看不见任何东西。哇哦，对面是何人？欢迎来到半熟恋人海岛真心叩问。1v1密聊。今晚不欺人不自欺，你可以沉默，但不能说谎；你可以情绪翻涌，但不能逃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真心。到目前为止，你付出了多少真心？好问题。目前为止，心动方向是否清晰？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来到海南之后就非常明确和清晰了，就是喜欢，很喜欢。最近的相处，越来越觉得他很可爱。好感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可能，我觉得对3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与他的关系里，你最害怕、犹豫的是什么？我曾经的过去，他还不知道。我在感情方面我没有办法瞬间去把自己所有的都付出出去。好的有点不真实，我会担心会有变化。我们合适吗？就是很多胆怯和不安。你心里真的这样想吗？啊？你对整个海岛的旅程满意吗？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你感受到的真心有多少？100%。3.5分吧。在爱情里，你觉得自己是还是怯懦的人？瞬间是你觉得最快乐的瞬间，是难过的时刻是？哦，天哪！真的是我最难受、最自责的时候，会想逃离小叶。妈呀，这是发生啥了呀？不是吧？停在这了。这个礼拜你要我怎么过啊？哇，这个有点太难受了，有点。因为啊，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节目我们分了3个阶段，小屋，然后海岛。第3个阶段呢，我们是让所有的嘉宾回归他们的真实生活，进行现实的相处。所以这个阶段呢，也是第2段，我们的海岛将进入抉择阶段。我们先倒回到刚刚他们的很多的讨论，大家怎么看丹琪整体的这种表现？他真的很厉害，就很早就知道怎么先爱自己。丹琪把自己养得很好，很好，太好了。其实一个爱情好不好，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你的自我的完善的程度。因为有一种理论说，其实爱本质上是自我的扩张。因为那个自我的扩张，就是增加你生命的厚度和广度。我觉得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本意。先真诚的爱自己，爱人的人先获得自由。我很喜欢一句话是：爱是一种自我照见，自己看见自己。
刚刚那个我们看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放他们抽那个卡片，这个是海岛的一个结束，会有一个可以爆灯的环节，大胆的预测一下。BK滴滴，轩轩、小文、李正跟慧慧，哎，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爆灯的，好吧？我就爆不管，必须得给我爆他们两个。那这样好了，广志给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他们进入现实当中，你有什么期待想看到的画面？我觉得就他们肯定会遇到问题，但是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都能化解，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非常强。又开始狂热了，其实哎，这帮人都非常强，都非常强。我就是替别人吹牛的时候，最有底气。行，广志帮我们抛砖引玉了。我们共同其实对他们全新的第3阶段的现实生活也是有非常多的期待。进入现实生活，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考验，但是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共同携手的去跨越这些考验。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看到他们回归现实的半熟恋人的生活，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盛泰泡蛋洗护冠名播出，让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好期待。真心叩问，回顾一下你们的相处，理清一下自己的思路。你的心动方向是一人或多人？一人，周幼玲。就是我觉得现在跟丹琪接触的挺好的。丹琪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我好会问啊！我天哪，怎么那么敢问？是可能看到他生病啊，就可能有点心疼之类的。哇，在自由邀约的时候，你在周幼玲面前为什么去约林以正？有遗憾，想能够跟他再完成一次约会。他其实现在是有点自责，觉得自己搞砸了。要误会了吗？海岛中选按下这个按键，代表你是愿意以恋爱为前提和心仪的人去相处，不再会和小屋其他人有感情的互动。我认为我的心动方向很清晰，这个人是塔塔。艺人陆炳坤。哎，叫大名这首很浪漫啊。心动每天都在增加，命中注定了那种感觉。啊，这就是我想看的。他们俩就是王子跟公主，最好的祝福给你们 ，PK 塔塔。回到上海，要进入现实了，只有终极选择的嘉宾能看到对方的人生档案。他俩还不在一个地方。他觉得这个经济差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不知道吗？对 ，Oh my god！ 啊，要见家长啊！哥斯拉来喽！挑战20分钟，给你从这儿挖一个坑。你在外面等我。您看一下，应该是没什么事儿，都没问题哈。好，行。你们是怎么理解半熟这个状态？我说的是半熟的荷包蛋。我希望我的人生永远是半熟的荷包蛋。这一期的信息量感觉超级大，懂个啥也不知道，懂不了自己。我就感觉我走了一天，家被偷了。哎呦，他俩真的是每天都腻在一起。偶像剧，他们两个就是。塔塔，你太贴心了。哇，你看人家这个牵手的进度。这季我问你一个问题。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五官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